马林卡战局成谜，俄军宣称完全控制马林卡，却遭到乌军79旅否认。俄罗斯远东地区魔鬼桥被炸，乌军特种部队持续打击俄本土。俄罗斯新增17万军人，一个月增加4万合同兵。那么马林卡战局究竟如何？乌俄战场接下来的重点是哪里？迄今为止，俄罗斯到底动员了多少士兵？12月1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南部军区第150摩步师第103摩步团宣布正式夺取马林卡市区。图片报、欧洲独立广场报社以及多个俄罗斯媒体表明，俄军在马林卡共青团街的一栋建筑上升起了俄罗斯国旗。按照俄罗斯那边的说法，那就是马林卡地区奥西波夫卡河以南的大部分区域基本上都在俄军手里。虽然乌军在马林卡镇西北部水库沿岸区域和部分地下室还有残余力量，但是已经从最后阵地撤退，马林卡之战宣告结束。不过乌军的说法却有点不一样，乌军第79旅第1营的士兵否认了俄军控制马林卡的消息，并表示俄军插旗的地方还处于灰色地带，那栋建筑里没人，但乌军在隔壁建筑防守，马林卡西翼的建筑还处于乌军控制之下。火力军说实话，俄军发布控制马林卡的假消息已经不是1天2天了。比如2022年3月，当时顿涅茨克民兵称拿下了马林卡和周边3个定居点。2023年5月，俄媒消息表示乌军已经逃离了马林卡。至于马林卡当前的战况，火力军相信乌军的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毕竟马林卡这地方的防御还是很坚固的。马林卡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2014年之后，乌军就将马林卡彻底堡垒化。表面上看，马林卡的面积并不大，也没什么很特殊的战略高地，但是乌军在市区内修建了大量防御工事以及隐藏火力、观察岗哨。在马林卡高层建筑，乌军布置有侦察及火力引导组，引导炮兵轰击周围目标。为了减轻炮兵火力的杀伤，乌军还将地下室改建为防炮工事。平时在地下室内，战时则通过城区内的道路实施机动作战。城区的外围的独立房屋、森林及路口等地带，乌军构筑了前沿工事，通过战壕跟城区阵地相连。当然，雷区这种万金油也少不了。对于俄军而言，马林卡的阵地并不好打。作为前沿要塞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军就对马林卡发动了袭击，去年3月差点拿下马林卡，但由于兵力和补给不足，俄军被迫撤出马林卡，直到今年7月才重新发动攻击。俄军在马林卡采用了一战时的经典战术，炮兵结束轰炸，步兵冲锋，这就导致现在的马林卡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建筑物。不过建筑物被破坏并没有降低俄军夺取马林卡的难度，在马林卡的后方就是库拉霍沃等城镇，可以为其提供后勤支持。俄军无法切断这条道路，而且在马林卡与库拉霍沃之间还有大量高地林带，乌军的重炮阵地就布置在这里，可以支援马林卡城区作战或者炮击顿涅茨克市。所以自去年10月马林卡被夷为平地后，乌俄围绕该地区的战事基本上都是强度很低的巷战，双方每天公布的战报无非就是夺取马林卡一些建筑物的残骸，推进到某个街区，击退了多少攻击。不过在乌军大反攻开始后，马林卡的僵持就被打破了。乌军持续向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等战线增加兵力，原本驻扎在顿巴斯保群的乌军失去了原本的增援，一些保住军撤出。所以今年10月以来，俄军在马林卡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到11月底，俄军就占领了马林卡85%的城市。只是就乌俄战场的整体情况而言，前线的兵力无法支持俄军进一步推进。在俄军进攻阿夫迪夫卡以及霍尔利夫卡、第聂伯河左岸频繁遇袭的情况下，俄军是否有能力继续攻击另一座城市要塞，都是一个未知数。总的来说，目前马林卡的西部和西北部仍旧在乌克兰的控制下，西南郊外的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中。79旅能在人员劣势的情况下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了，俄军拿下马林卡也并非毫无希望，乌军现在也有困难，比如装备、人手不足。按照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的说法，
乌军在反攻中无法取得进一步突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北约无法给予乌克兰所需的一切支持。不过对于整体战局而言，俄军拿下马林卡也只不过是吃下了乌军要塞区第一线的阵地。在马林卡之后的库拉霍沃、林带、水网高地密布，该城向北30公里又是一条高地带，期间村镇十分密集，这里会更难打。不过俄军拿下马林卡之后，也有可能从背后攻击弗勒达，乌军的最佳选择还是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继续保持霍尔利夫卡和赫尔松的攻势，自身的进攻节奏不能断。除了马林卡，俄本土也成为了战场重点，远东地区的大桥再次被炸。12月1日，俄罗斯布里亚特、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线再次遇袭。11月30日，北穆伊斯克隧道内一列货运列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爆炸，导致这列50节的油罐车中至少3个油罐发生爆炸，隧道内铁轨被毁。俄罗斯已经正式宣布，目前北穆伊斯克隧道无法通车。为了继续保证这条重要的军事后勤线路，俄罗斯被迫绕道，穿过35米长的魔鬼桥，距离北穆伊斯克隧道大约有16公里。不过俄军的反应都在乌军特种部队的预料之中。火车经过这座桥梁时，爆炸再次发生。12月1日，俄罗斯媒体报道称，爆炸期间有6个油罐起火，至少有4个被毁，燃料泄漏面积达到了150平米。按照乌克兰的说法，俄罗斯应该习惯特种部队无处不在的事实，即使是在遥远的布里亚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2次袭击只是暂时切断了莫斯科与远东的联系，而俄罗斯与东北亚之间的主要铁路目前完好无损。但是这2次成功的袭击也证明了一件事，俄罗斯无法保护所有的铁路线，之后这类袭击肯定会越来越多。至于乌俄前线的战况，双方的说法依旧是完全不同。12月1日，绍伊古在汇报中提到，乌军在6个月的反攻行动中损失了12万5千人以及1万6千件各种武器。尽管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了大规模动员，获得了大量北约武器供应，甚至将战略武器储备投入战斗，但未能改变战场局势。绍伊古认为，俄军已经对乌军造成了有效的火力伤害，显著降低了乌军的战斗能力。同时，乌军防线的漏洞已经出现，俄军有了更多的攻击选择，而乌军也无力阻止俄军的突击行动。不过，实际战况却与俄军说的有些出入。就比如第聂伯河前线，乌克兰再次进入了静默期，更多的是稳固战线，可以理解为暴风雨前的宁静。前线打击也以无人机与远程精确打击为主，摧毁俄军部队集中地和补给线。乌军之前公布了海马斯在11月24日至12月1日的战绩，至少有4个山毛隼防空系统、1个道尔系统、3个电子战系统、4座建筑物以及一大堆火炮，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左岸地区。同时，赫尔松地区的乌军也在不断越过第聂伯河。乌军下一步计划就是向 M14 高速公路推进，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出。有意思的是，一个俄罗斯军事博主对第聂伯河左岸的战况发表了神评论：乌克兰的所有进攻均已被击退，但乌克兰人仍在前进。很明显，这是嘲讽俄国防部战报。克里米亚方向，刻赤大桥或将再度遇袭。暴风雨过后，俄军为保护刻赤大桥布设的一系列水面防御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可以说已经没了。接下来，乌军或许会利用俄军重新布设水面防御设施的时间差，再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袭击刻赤大桥。至于霍尔利夫卡、阿夫迪夫卡，依旧还是老样子。霍尔利夫卡方向，乌军持续推进，继续给俄军施加压力，进而影响阿夫迪夫卡北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则是不断进攻，只是没什么大成果就是了。其中南部地区，俄军试图从工业区再次推进，想要夺取阵地，但遭遇火炮、无人机以及集束弹药的打击，损失惨重。为了保证人员上的优势，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征兵。12月1日，普京签署法令，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将增加17万人。法令表明，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全职兵力大约为220万9130人，其中包括132万名专业军人。相比之前的115万，军人规模又增加17万人。俄罗斯近2年不断征兵，今年已经有40多万人加入俄军。11月9日，梅德韦杰夫强调，今年有41万人签署入伍合同。
等到12月1日，这个人数就变成了45.2万人，一个月增加4万合同兵，数量稍微有点多。这是要干什么？大家应该都清楚吧？乌俄战争打了快2年，俄罗斯动员多少士兵进入战场，火力军也不知道。但征兵这事儿一直有公开数据。乌俄战争初期，俄军有20万人参与战斗。2022年9月动员超过30万人，2022年12月冬季征兵12万人，2023年春季征兵14.7万人，冬季征兵13.7万人。至于其中有多少人进入乌俄战场，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按照俄现在的法律，乌东都已经入俄，不存在国内外差别，只要有需要，义务兵和合同兵都有可能参与战争，而且还要加上私营军事公司。乌俄战场目前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试图用人数的优势消耗乌克兰。不过对于当前战争来说，人多不一样能赢，装备即使能造，有没有足够的零件也是问题。俄罗斯已经将前苏联时期储存装备的17个仓库都快空了。而且战争打的是综合国力，不仅仅是军事上，经济上也很重要。俄罗斯增兵就意味着花费更多的钱，训练、装备、人员工资福利、弹药补给等都需要钱。当然了，普京不会想不到，就公开情报来看，俄罗斯除了增兵之外，还要增加国防预算。俄军2024年的预算，国防与安全支出达到40%。只是增加预算不代表钱多，万一明年俄罗斯经济下滑，增加预算也不过是保底而已。目前俄罗斯在经济上被制裁上千项，冻结超过3000亿美元。欧洲拒绝使用俄罗斯资源，收入大幅度减少。很明显，美国、欧洲正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断援助乌克兰，持续消耗俄罗斯。俄罗斯别无选择，不得已继续加码。不过结局不会让人意外。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马林卡地区最终战局会是如何？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